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闲聊。无论你是炒股新手、老手，还是对暴富蠢蠢欲动的朋友们，都赶紧搬个小板凳，准备好，这一期你一定不想错过。最近 A 股股市那可是一个字炸。各位听好了，不是电视剧，也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现实生活中上演的暴富神话。这一波行情彻底的像坐过山车，涨得让人激动，跌得让人心惊。接下来就带你一探究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话说2024年9月24号，央行行长潘功胜宣布降准、降息、降房贷，市场瞬间炸开了锅。不仅如此，这次央妈可是出大招了，2项新政策，回购真磁带和机构互换便利震撼亮相。同时3000亿、3000亿再来3000亿、5000亿、5000亿再来5000亿的豪言壮语，让市场彻底感受到了政策的强烈支持。大伙都明白了，这一次中央的意志可是杠杠的。A 股行情开始飙升，股民们沸腾了。A 股一路窜升，沪指蹭蹭蹭的涨得比火箭还快，从2700点起飞，一举突破3300点等高地，市场直接暴涨20%。然后就是一个国庆长假期，国庆节一到，不少股民心急如焚，谁也不想休息，都巴不得节日早日开盘。这种盼望开盘的劲头简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全民开户热潮，券商、银行全员加班迎战。自2015年以来 ，A 股市场已经经历了近10年的沉寂，而今在2024年，市场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牛市启动的迹象。对于长期受业绩低迷、IPO 业务大幅减少、收入缩水的影响的证券行业来说，这无疑可是一次绝佳的转机。这波牛市的启动让每一个正在为保住工作、保住工资的证券从业者异常兴奋。国庆节前后，各大券商集体加班加点，服务周到，协助股民办理开户手续。不少券商更是忙到爆，每天加班只是为了迎接这股疯狂的开户潮。大家都不想放假，就怕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另外，银行账户的钱也是可以24小时随时转入到可买卖股票的账户里去，这原来可是只有在交易时间内才能操作的哦。新股民在券商那里完成开户申请之后，券商还得将数据交给中国结算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这开户成功。中国结算甚至是临时加班，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上减轻开户审核的积压，保证开户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少券商一线人员加班加点，甚至上门服务，帮助客户开户，或者是重新找回密码等。多家券商反馈，近期开户数增长从50%到300%不等，市场情绪火热。在政策的支持下，大批股民跑步进入股市。9月下旬以来，新增账户估计有600多万，甚至还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投资者在排队入场。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在网上分享自己暴富故事，什么200万变成2000万，800万变5000万，在短视频和微信群里铺天盖地，这令许多月薪5000的00后年轻人仿佛看到了财务自由的曙光，简直是前途一片光明。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日，10月8日，各路资金全力以赴至世纪之战。果然，一开始深沪两市一飞冲天，升了10%，交易额也出现了井喷。8日开盘20分钟就突破了1万亿，下午2时突破了3万亿，创历史纪录。要知道，之前9月初好几天交易都不足5000亿，这意味着大量的个人财富进入了股市。但是临收盘时，指数直接跳水，引发很多想一夜暴富的股民恐慌，才发现无法把当天的真金白银买入的股票卖出。显然，许多年轻的股民还不了解 A 股的 T+1的交易制度，也就是说，当天买入的股票不能当天卖，要等到明天才能卖。规矩都没搞懂，就拿着自己来之不易的积蓄来大冒险。很多新股民真的是太年轻了。时间来到10月9日 ，A 股上证指数暴跌6.6%，成为4年半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失守3300点，报收3258点。深圳指数跌了8.15%，创业板更是重挫了10.59%，是历史最大的单日跌幅。11日的上涨差点一天就跌没了。
10月11日，上证跌了 2.95%，三市下跌个股近5000只。截至10月24日 ，A 股浮浮沉沉，从9月24号牛市启动，单月涨幅达 19%， 各种股神纷纷上线指点江山，短视频上更是满是涨停干货，什么跟着我买赚死你，绝不让你亏，听上去是不是很有道理？但别忘了，这些大神可不一定是真专家呀，人家喊着满仓干是为了流量。要知道，真正的高手是不会喊这么激动的，专业分析也不是短视频3秒钟就能解决的。其实啊，这一轮行情的背后确实是有国家政策支持，大家都在说政策会提振股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一夜暴富。政策是帮助长期市场稳步发展，短期的暴涨暴跌并不是主要目的。所以散户新旧股民们一定要听懂市场背后的真心话，那就是即便是牛市，中小散户也很难赚到钱。根据历史数据，股票投资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亏钱率达到 90% 以上，散户更是首当其冲，亏多赢少。中国股市的投资组成非常特别，股票投资开户是约为4638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是 12.49 万户，个人投资者高达4628万户。按照开户来算，散户比例高达 99.73%。如果按照投资金额来算，外国成熟的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资金约占 70%到80%， 而中国股市的机构投资者只占 30%到40%， 像散户资金比例竟然达到了60%到70%。这意味着在中国，像普通散户这样的投资者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形成了一个极其波动的环境。普通散户中有近90%的个人投资者是投资资金不超过100万人民币的小散户，而且其中甚至一半的小散户的投资资金是不足10万元的，而是资本超过300万人民币所谓的专业投资者只有146万户，仅仅占全部个人投资者的 4%。在9月24日启动的这波牛市行情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股民大手投入股市，而相对成熟的香港股民则抱谨慎态度。毕竟香港正式的股票交易开启于1891年，香港股民经历了很多历史教训和现实教育。中国的中小散户平均一年买卖60次左右，明显的高换手率，而美国的投资者一年平均买卖仅有15次。在美国，巴菲特老师劝告投资者不要经常买卖。中国投资者的高换手率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中小散户实际上却常常面临着巨大的亏损。数据显示，中小散户虽然贡献了绝大多数的交易，但却分得了极少数收益。在2017年，中国散户投资者贡献了 82% 的交易金额，却仅赚取了 9% 的利润，而且 73% 的散户投资者在亏损。对于这些散户来说，亏钱是常态，他们的投资回报就像贪一口甜，赔一片甜，为了小利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边的投资机构者呢，仅仅用了不到 18% 的交易金额，却赚到了 91% 以上的利润。如果在亏损的年度，那中小散户可就更加惨烈了。以2016年为例，个人投资者的持股市价金额只有公司法人投资者的约40%，亏损的钱相对于机构投资者的来说却高出了整整2倍。散户可谓是苦吃得多，福享得少，最大限度承担了风险，又最小限度获得了收益。那么在牛市中，中小散户的情况会不会好转呢？答案是 No No No。 在牛市中，中小散户是一群在股市中交易异常活跃的买卖者，买买买，卖卖卖，反而在中小散户中占极少比例的顶级散户，大概率不是你，和专业机构们稳健投资，谋定而后动，获利率高。远的不说，我们就以最近的一次牛市来说，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在2014年底到2015年6月期间，散户共有 1.3万亿资金进入股市，制造了大盘指数不断上涨。
而所谓的专业级投资机构也才投了大概约800亿人民币，说明这次牛市是散户们制造出来的。当年股市的繁荣景象和增长势头是历史上少见的。从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6月12日的近5个半月中，上证指数暴涨了60%，而深圳指数更是在狂涨了122%，甚至在6月12日，上证指数一度高达了5178点的历史新高，之后突然急速掉头下降，一泻千里。到了同年的2015年8月26日，递减到了2850点，上证2个多月急跌了45%。深圳指数下跌至同年的9月15日，3个月急跌了一半。而在2015年6月的拐点中的前后1个月时间，顶级散户和专业投资机构开始成功逃跑，他们累计减持了大约4000亿以上的资产，成功获利，哗啦啦的金钱流入了他们的口袋，而众多的中小散户却一路高歌，砸锅卖铁，凑集资金继续跟进，勇敢地进入股市楼盘。这股热情似乎和最近发生的情况很类似吧。在2015年6月12日之后，股市大跌，中小投资者陆陆续续抛售资产，一路愁云到了8月份，而那些机构投资者呢，则开始大步跨入股市，捡了一地的便宜货。那可见在牛市中，中小散户也没有赚到钱。2015年的大牛市中，顶级大散户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加起来才占总股民的1%，而正是这1%的人赚走了占总数97.5%的中小散户的钱，最终曲终钱财散的中小股民潸然离场，剩下了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庄家们继续留守。牛市成为了财富乾坤大转移的杀戮现场。中小散户们大多都是在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实干人群，平时在各自的领域艰苦挣钱，好不容易累积了一些财富，一听到了牛市的号角声，被不劳而获和各种神奇离奇又不缺乏真实元素的投资暴富故事号召吸引，拿着在股市外凭专业技能赚来的血汗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满是金融大鳄的股票市场。而这些金融大鳄鱼可是有专业知识、技巧和能耐的大鳄鱼，每次牛市的开始就拉开了一场一边是中小散户的独立个体单挑一群有着专业技能的大鳄的序幕。大数据告诉我们，一场牛市下来，结果是90%的散户是亏本的，1000万资产以上的顶级散户资产增加了76%，而低于30万的散户资产反而减少了33%。越是牛市，中小散户越是输得多。繁华的牛市90%不是属于你的，反而是各种中小散户的财富流失的快速通道。2019年6月，来自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伦敦财经和上交学者发表论文《泡沫和崩溃中的财富转移》。在这一论文中指出，在2015年大牛市的财富分配里，85%的股票投资者损失了超过2500亿，而只有0.5%的股票投资者获得了2500亿的回报。这也是把穷人的钱转移到有钱人那里的一个乾坤大挪移的过程。2014年到2015年的牛市周期中，中小散户损失了28%的资金，顶级散户和专业投资者获得了31%的回报。为什么会这样呢？近一半的原因是散户是股市升就跟着进，跌就抛出，新股民占股票的18%，这群也是亏损最多的人。股票投资在短期内，大家都知道，买卖是一个零和游戏，有人输就有人赢，赢的钱则是来自输的钱。而中长期投资则不是，中长期投资的股票是如果有回报的话，这个回报是来自于公司的盈利增加，它是可以让每个人都赚钱的。中长期投资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当然了，这指的是在一个监管严密、成熟的投资市场。那么在短期投机的零和游戏中，为什么中小散户会90%输掉呢？
第一，信息距离。专业投资者，他们和那些要投资的公司来往非常密切，他们有机会直接和该公司的高层沟通，了解情况，熟悉业务和经营细节。他们知道的东西比你多得多。根据《证券时报》2024年10月28日的报道，海能达在23天内有19个涨停板，累计涨了4.9倍，这不是莫名其妙吗？据说市场关注的核心是否有中东的大订单，但是海能达公司却重申，近期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合同。谁知道里面的奥秘呢？11月1日，海能达已经涨了超5倍。你抓住了这个大牛股吗？第二，操纵市场，也就是做庄。是的，整个股市很大 ，A 股总市值约90万亿人民币，是世界第2大股市市场。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个股票上减去一部分非流通股，那就有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金额，这就有机会出现大股东操纵股票价格。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放好消息啦，刺激股价。等股票炒高了，大股东卖股票给你，等大股东需要拿回股票的时候，他们又可以用宣传业绩不好等等手段把股票价格回落，到时候大股东再买回股票。在1983年做风扇起家的刘銮雄把公司爱美高在香港上市，集资了1.5亿港币。之后呢，刘銮雄对抛售股票，爱美高股价从高位的4港元每股跌至到0.7港元每股。在低位的时候呢，他又买进大量股票，这样一来一回，顺利进账2亿港元。从此，他就成为了香港有名的股市主机手。专业股市投资者里面有一句话在流传：散户投资者永远都是错的。当大量散户入场购买时，市场会下跌，这是为什么呢？想想看，大量散户入市买了很多股票，那这些股票从哪来的呢？是谁在卖呢？当然是大股东、顶级散户和专业投资者啦。第一财经10月8日报道，9月24日至10月8日期间 ，A 股暴涨，但是近100家上市公司发布减持公告。截至今天 ，A 股市场的投资者仍然在等待新的股票政策。请继续关注我们，继续关注 A 股的新发展。好了，今天的真心话就说到这里，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财经闲聊。喜欢我们的朋友，请记得订阅、点赞，谢谢观看。